难产那天，丈夫把我扔在医院，跑去给感冒的白月光买药。自此，我彻底消失。他和朋友打赌，不出1个月，他准会乖乖回家。3个月后，他删掉了我的所有联系方式，发消息威胁，既然不回来，就永远别回来了。半年后，他冲到我家，嘶吼着让我爸妈把我交出来。爸妈直接把我的遗照扔给了他。你疯了吗？我女儿已经去世了，尸体还是你认领的，忘了吗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躺在待产室里，阵痛一阵紧过一阵。顾明远握着我的手，眉头紧锁。老婆，再坚持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我疼得说不出话，只能死死攥住他的手指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我清楚地看见屏幕上跳动的名字：沈娇。顾明远的手明显抖了一下，他松开我的手，走到窗边接电话。我听见他压低声音说：你生病了，别急，我这就去给你买药。明远，你……我虚弱地喊他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闪烁。娇娇发烧了，我得去给她送药。你放心，我很快就回来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一瞬间，我感觉气急攻心，产妇血压持续下降，快，准备抢救。意识开始模糊，我仿佛看见了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他牵着我的手，说会一辈子对我好。老婆，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了。我笑着点头，满心欢喜地布置着每一个角落。那时的我，怎么会想到有一天，这个家里会处处都是另一个女人的痕迹？1次、2次、3次，最后一次电击，我感觉身体轻飘飘地浮了起来。手术室的灯光越来越远，耳边嘈杂的声音渐渐消失。我看见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，我在图书馆里找一本专业书，踮起脚尖也够不到最上层的书架。就在这时，一只修长的手越过我的头顶，轻松抽出了那本书。是这本吗？我回头对上了一双含笑的眼睛。谢谢。我接过书，心跳漏了一拍。熟悉之后，他总在宿舍楼下等我，约我出去玩。有一次跟室友吃完宵夜，他们打算去唱歌，我明天要早起去参加活动，就先回学校。快到学校的后门口时，突然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一直在尾随我，并且离得越来越近。在男人把手伸向我时，被突然出现的顾明远踹倒在地。那晚他一直陪着我去警局，然后送我到宿舍门口。我知道你吃完宵夜后，看你发的定位，我就一直在后门口等你，因为我想见你啊。没想到能保护你的安全，我的荣幸。林忆念，你以后不管去哪，我都去接你好不好？那个时候的顾明远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。在我生日那天，顾明远神神秘秘地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，他蒙住我的眼睛，牵着我的手慢慢往前走。可以看了，睁开眼，我惊呆了。沙滩上摆满了蜡烛，组成一个巨大的爱心。顾明远抱着一束花，小念，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毕业后，顾明远带我回家时，遭到了顾父顾母的强烈反对。顾明远突然打断：我爱小念，这就够了。说完这句话，顾明远就带着我走了，自此没再回过顾家。半年后，顾父突然病倒了，回到周家，顾父躺在病床上，脸色憔悴。看到我们，他叹了口气：明远，爸爸老了。顾明远跪在床前：爸，对不起。顾父摆摆手：你们的事我不管了，但你得好好经营顾氏，家业都靠你了。周母虽然还是不情愿，但也不再反对。隔了一段时间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顾明远带着满满的诚意去见了我的父母。你们放心，我保证会让小念幸福。得到同意后，我们就去领了证。忙碌了一天，我们倒在床上，老婆，他侧过身，轻轻吻我。我终于娶到你了。我靠在他怀里，美滋滋。婚后，我却发现日子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幸福。那是个平常的周末，顾明远在洗澡，他的手机放在茶几上，手机突然震动，屏幕亮起。我本不想看，但那条消息实在太显眼。明远，谢谢你昨晚陪我，我心情好多了。娇娇，昨晚顾明远说公司加班，凌晨才回来，而且这个娇娇我有印象，是他的大学同学沈娇，我在他的毕业照上见过。我开始留意顾明远的一举一动，他加班的时间越来越多，回来时身上总有淡淡的香水味，那不是我用的牌子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忍不住了，顾明远又说要加班，我直接去了他公司，整层楼都黑着，根本没有人。我转身就走，在楼下路过一家透明玻璃的餐厅时，看见了熟悉的身影。推开门，我看见沈娇喝了口红酒，不知道顾明远说了什么，捂嘴笑了起来，坐到了他的身边。老婆，顾明远愣住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盯着他们，这就是你说的加班。沈娇优雅地放下酒杯，你别误会，我和明远在谈项目，谈项目需要喝酒，需要靠这么近。我怒道。顾明远走过来，想拉我的手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一把甩开他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为什么骗我，解释你为什么总是和他在一起。你够了。顾明远突然提高声音，娇娇只是我的朋友，你能不能别这么无理取闹？无理取闹？我冷笑。你摸着良心说，你们真的只是朋友吗？沈娇站起来，你别生气，我这就走。他拿起包，经过我身边时，我闻到了他身上熟悉的香水味，和顾明远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。而他的包包也是前段时间顾明远专门找人设计的那款。我立马把包包抢过来质问，什么意思？顾明远，我只不过送了个礼物，没别的意思。他不耐烦地说。我把包砸到他身上后，转身就走。回去后，我们就开始了冷战。他最后叹了口气，对不起，老婆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我托大学同学问了一下顾明远和沈娇的情况，发现他们俩在大学的时候就暧昧不清，同学都以为他们在谈恋爱。上课的时候，他们都坐在一起，下课后两人也是形影不离。他没课的时候也每天早起，只为在音乐社团楼下偶遇沈娇。他会记得沈娇喜欢喝什么口味的奶茶，会在背后一直默默地支持他。大三那年，沈娇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，她最终还是决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只不过前段时间，沈娇回国了，也在顾明远的帮助下成为了一个歌手。最近又在预告宣传即将发行的新专辑，而顾明远也靠着这个理由和他见面。终于，我们开始一次又一次的争吵。顾明远，我们离婚吧。他冷笑着摔门而去。我也拿出手机，约了好朋友出去逛商场。回到家，他已经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餐桌上摆着我最爱吃的菜，还有一束新鲜的玫瑰。老婆，他单膝跪地，像求婚时那样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让你伤心了。他说，我会好好爱你，好好珍惜你。我转过头，看见他眼里闪着泪光。老婆，他握住我的手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让你伤心，不该故意说那种话气你。那天晚上，顾明远做了很多承诺，他说会和沈娇保持距离，会把更多时间留给家庭。
我听着他的承诺，内心并没有波澜。我无法把曾经的美好与现在挂钩，可能是我过于冷漠，刺痛了顾明远。他现在竟和跟结婚那会一样，无时无刻都哄着我，以我为主。只不过这件事居然被顾父顾母知道了，他们特地挑了个顾明远不在的时候来到了家里。你现在是孕妇，要好好养胎，别总是让明远操心，他工作已经很累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听着顾母的唠叨。小念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但是你要明白，明远是我们顾家的独子，他的未来关系到整个企业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也同样重要。顾父在一旁帮腔，见我没什么反应，他继续说，人的目光要长远一些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生个孩子好好培养。明远跟那个沈娇的事我们也知道，当初沈娇出国还是我们给的名额呢，这事也是明远的遗憾，不然你们俩也不会在一起。现在你就多包容他，男人嘛都这样，你要理解。我不由得冷笑，我跟顾明远在一起是因为我真的爱他，没想到我竟是他忘掉沈娇的一个工具。我刚想对回去，顾府笑了笑打断我，在顾家你一辈子都可以衣食无忧，而且明远也喜欢你，对你好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？你家里也靠着我们顾氏慢慢发展好点了，不为你自己，也想想你的父母。我愣住了，顾父说的都是事实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生下这个孩子，并且好好培养。我妥协了。顾母笑眯眯地递给我一张银行卡，明远在公司的成绩大家都看得到，可谓是年轻有为。不过最近总心不在焉，差点出了岔子。喝了杯茶，又说：“你呀，就不要总跟明远闹脾气了，对大家都不好。”经过顾父顾母的这一番敲打，我不禁有些悲哀。在顾明远回家之前，我调整好了状态，一切都仿佛回到了曾经。晚上，我们相拥而眠，顾明远轻轻抚摸着我的肚子。老婆，你说宝宝会像谁？我笑着说，像我吧，我比较好看。他摇摇头，像你才好，温柔又善良。我靠在他怀里，听着他平稳的心跳，哪怕是假的，这样过下去也可以，事与愿违。我只是刻意去忽略了很多细节，比如我跟朋友出去吃饭，回到家后，发现家里的备用拖鞋被穿过，房间里若有若无的香味，卫生间的红色发丝。沈娇最近有演出，染的红色头发。罢了，我虽然有一个不专一的老公，但我得到了很多很多的钱，我已经看得很淡了。甚至有时候顾明远做错了生闷气，我还低头去哄他。我一次次的主动，更让他觉得我离不开他。居然在我难产的时候跑去找其他女人，钱不钱的先放一边去，如果再见到他，我肯定先狠狠揍他一顿。恢复意识时，果然看到顾明远坐在办公室处理文件，我立马上前准备给他来一巴掌，结果我的手居然从他脸上穿了过去。我震惊地看着我的手，经过实验发现，我现在是一缕魂魄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只能留在顾明远身边。那我是已经死了？我开始慌了起来，我还没活够啊！忍辱负重那么久，终于生了孩子，可以去潇洒了，结果就这么死了。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恨的人安安稳稳地过好日子。顾明远有些心不在焉，把文件放到一边拿，然后起手机。我看了看时间，离我难产当天已经过去了1个星期了。只见他在自己的好友群里约朋友晚上去喝酒。这狗男人，老婆死了还只知道喝酒。我不想跟着你，我想去看看我的孩子和我的爸妈啊！我大叫，他仿佛听见了我说的话一样，进去了他父母的家里。我也看见了我的爸妈和我的宝宝。
刚到大门，我爸妈正好出去，理都没理一下顾明远，转身就看见顾父顾母一人抱着孩子，一人抱着一个盒子。哦，今天正好是头七，爸，这盒子是干什么的？顾明远问。顾父厉声道：“要不是你这个畜生，能发生这种事吗？还在这问？”看顾明远的样子，好像还真不知道。顾母马上打圆场：“好了好了，明远，来看看小旺，长得跟你小时候真像啊！”随即便一起向屋里走去。妈，小念把孩子丢你们这就不管了，他人呢？顾明远生气地说：“你想着他干什么呢？反正孩子在呢，其他的我们也不知道了。”顾母一边说，一边给顾父使眼色。顾父冷哼一声：“行了，难道一个女人还把你拿捏了？总想着女人，你还有什么用？”晚上，我跟着顾明远到了他们常去的 KTV。和以往不同的是，向来都被众星捧月的他，这次却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，甚至在场的每个人都神色各异。大家用眼神悄悄交流，可却没有一个人主动说话。都怎么了？他一边说，一边坐下，给自己倒了一杯酒。其中一个和他从小长大的朋友杨烨打破尴尬：“没事的哥，今天咱们出来喝酒，就不要想着嫂子了。放心吧，不出1个月，他准会乖乖回家。”还是那种漫不经心的语气，听起来十分自信啊！哈哈，是的，来来，喝酒。大家自觉地跳过了这个话题。我觉得喧闹，找了个能离得最远的地方坐着，迷迷糊糊的又跟着顾明远回家了。顾明远摇摇晃晃地推开家门：“老婆，我回来了。”他含糊不清地喊着。屋里一片漆黑，没有人回应。他打开灯，客厅空无一人。小念，他又喊了一声，依然没有回应。他开始疯狂地打电话：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”他一遍又一遍地拨打，得到的永远是冰冷的提示音。为什么关机？为什么？顾明远把手机摔在地上，屏幕碎裂。天亮了，他破碎的手机响了，是沈娇打来的。明远，你怎么没来上班？他烦躁地说。不去。挂断电话，他站起身，走进浴室。镜子里的他，双眼通红，满脸胡茬。他又开始自言自语：“呵，你以为我离了你就不行吗？有本事你就永远别回来。不过就是给沈娇去买了个药，至于吗？连孩子都不要了。”打从这天起，顾明远再没去找过他的朋友们，他没有去公司，更没有去找沈娇。他每天只做2件事：喝酒，然后给我打电话发消息。他在家里不停搞破坏，不仅把我精心布置的衣帽间搞得稀巴烂，还把我们俩结婚照给拆了。每破坏一样东西，他就拍个视频发给我，好像这样就能让我心疼，让我快点回家一样。可是没有用，哪怕他把房子给卖了，我也给不了他一丝半点的回应。就这样持续了3个月，他突然冷静了。我在想他又要做什么妖时，他删除了我的所有联系方式，只留下了一句话：既然不回来，那就永远别回来了。顾明远开始去公司，也开始去找沈娇。他带着沈娇买珠宝、买钻戒、买车、买衣服、买包，每天都和他待在一起。朋友圈充满了秀恩爱的气息。沈娇的事业也更上一层楼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的助理递上一份文件，我清楚地看到了我父母的名字和他们开的公司。顾明远如梦初醒，径直跑到我家，开门：“爸妈，我知道你们在家，开个门。”他疯狂地敲门。我爸满脸怒气地开门：“你现在来我们这干什么？你们把小念还给我，我是她的老公，你们不能一直藏着她。”说罢，一边往屋内挤，一边喊着我的名字。我爸拦着他，指了指摆在客厅的遗照：“你疯了吗？
我女儿已经去世了，看来你父母还没有告诉你真相啊。只见遗照上的少女笑容明媚，仿佛不该被笼罩上一层黑白的阴影。我的魂体一怔，忍不住的颤抖，忽然意识到这照片上的是我啊！顾明远仿佛被雷劈了一般，一动不动，连呼吸都静止了。他死死盯着那张黑白照，眼底一点点染上猩红。我妈也忍不住染上哭腔。上次我们去你家是她的头七，骨灰盒都被你们家拿走了，尸体也是你认领的，想起来了吗？你赶着要去给沈娇买药，哪怕小念她马上就要难产了，你也一刻都等不了。顾明远的嘴忍不住哆嗦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，控制不住地跪在地上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生孩子我又帮不上什么忙，而且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呢？如果你心里真的有他，就不会做出这种事。你还是忘不了那个沈娇对吧？当初就不该放心的把小念交给你，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为她过得很好，结果受了这么多委屈也不告诉我们。知道我们当时赶到医院去，看着我疼了20几年的女儿，就那么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，有多崩溃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顾明远用拳头重重砸在地上，像是再也承受不住，开始放声大哭。爸爸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不告诉你们就不会让你们担心，没想到还是让你们这么难过。我爸居高临下地看着顾明远，现在说什么也晚了，你也不用在我们这里表演。我又跟着浑浑噩噩的顾明远回到了公司。彼时沈娇刚结束一场商业活动，回到公司，看到顾明远一脸颓然，妆容精致的脸上流露出关心。明远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顾明远抬起头，声音沙哑，他死了。沈娇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却努力维持着温柔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静一静。顾明远看都没看他一眼。沈娇隐藏了眼底的窃喜，离开了公司。她应该是高兴的，因为我死了，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跟顾明远在一起。晚上，顾明远又约了那群朋友喝酒，他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的朋友们，径直走了过去。来，喝酒。顾明远声音沙哑，坐在沙发上，伸手夺过桌上的酒瓶，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，仰头一饮而尽。明远，你好友杨烨欲言又止，眼神里满是闪躲，与其他人对视一眼，又迅速移开。别装了，你们都知道他死了，为什么瞒着我？他的声音颤抖，愤怒与绝望交织。杨烨沉默片刻，叹了口气，我们是怕你受不了，而且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？什么叫没用？顾明远豁然起身，双眼通红，死死地盯着杨烨。你们看着我像个傻子一样，还和我喝酒聊天，把我当什么了？另一个朋友站起身来，皱着眉头劝道：明远，你别冲动，我们也是为你好。你和沈娇的事闹得我们都知道，为我好。顾明远怒极反笑，难道不是看我笑话吗？孩子死了，你来奶了？顾明远，你搁这里冲我们发什么脾气？你跟沈娇那点破事谁不知道？一个性子直爽的女生不屑地说：我记得她，江家的大小姐江圆圆，前段时间刚留完学回国，举办了一场欢迎会。再说，告诉你有什么用？死人能复活吗？出来玩，大家都开开心心的，谁要处理你的坏情绪？他说完，就有几个男生站起来，搁在两人中间，以免起什么冲突。有人附和：就是啊，顾明远，你自己处理不好自己的感情，大家陪你喝酒都是给面子了，更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。给沈娇打了电话，让她过来。当沈娇来的时候，闹哄哄的包间瞬间安静了，
他踏着高跟鞋走到了顾明远身边，红了眼眶。明远，你怎么了？江圆圆揶揄道：“沈小姐来了啊，来解释解释你跟顾明远以及林忆念之间的故事呗。”沈娇从小就长得漂亮，不仅有才华，而且聪明，从小到大都是被人捧着的，从来没有被这么多人冷眼相待过。她当然接受不了，可她是聪明人，不会让自己陷入自证陷阱。她目标坚定，一切只为了钱，为了让自己过上好的生活，为此已经没有了道德底线。或许在她眼中，他才是顾明远唯一的真爱，我不过就是顾明远用来忘记他的工具。沈娇在大家的质问下低头示弱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们误会了。”这招对顾明远很管用，他拉起沈娇就走，对身后的一众人说：“你们管好自己就行，我顾明远怎么样都与你们无关。”车上，沈娇挽起顾明远的胳膊，对着他笑：“谢谢你解围明远，不过我很抱歉，我当时并不知道林小姐她，不怪你，都是我不好，先让司机送你回去吧。”顾明远揉了揉太阳穴，到了沈娇的楼下，两人都下车。他说：“明远，要不要上去喝2杯？我陪你说会话。”顾明远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半晌，他说：“我还记得你刚回国那会儿，偏偏就相中了我找人定做要送给小念的包，让我送你当做重逢礼。”随即，他的手慢慢伸向他手中拎的包。如果你没有要这个包，我和他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这样？我瞧见沈娇一向温柔的表情出现了一丝破裂，很快他又掩饰好了。抱歉，明远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意义不凡的礼物，我很珍重，所以才会一直佩戴。没想到会影响到你们。好了，明远，我先回去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。说罢便上楼了。我瞧见他的视线一直瞥向3楼的一个窗口，我飘过去，发现一个男人架着一台相机，再回看沈娇的表情，露出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笑容，充满了野心。隔天，一条视频横空出现在各大平台，一直待在热搜，引起了大家的火热关注。沈娇的社交账号共涨粉上千万，大家都在磕她跟顾明远的 CP。视频里面偷拍了顾明远带她去各种奢侈品店购物，开各种豪车带她出行约会。每次生病，顾明远都陪伴在她身旁，给她买药，照顾她。以及顾明远之前为了刺激我故意发的那些秀恩爱的朋友圈，买了流量，请了水军，瞬间就让这条视频火上了热搜，并且一直霸榜。毕竟俊男、美女、富二代、秀恩爱、纯爱战神这些热门标签都包含在内了。眼看热度够了，沈娇发了条声明，让大家不要过度关注他的感情，多支持他的作品，从而坐实了这段恋情。一时间，沈娇的事业风生水起。没持续2天，突然有人爆出来顾明远结婚了，并且把我们3个人的关系都贴了证据。他以为凭借顾明远的社会地位，根本没有人敢爆料。而且当初我怀孕了，打算等孩子出生了再补办婚礼，免得孕肚拍照不好看。所以除了圈内人，基本没人知道我们结婚了。以他的身份，也查不到是谁，更没能力去让对方删除道歉。此时他找到了顾明远，可顾明远也无暇管他，因为舆论风波和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已经弄丢了好几个项目。公司的股东一直在给他施压。失业，沈娇发了篇小作文，讲述了他跟顾明远在大学的相知相识，以及最后出国导致2人异地。
是因为我的出现，才让顾明远和他分开了。回国之后才知道，我因为怀孕逼迫顾明远结婚。在这期间，他和顾明远只是朋友关系，并没有越界。直到我离开了之后，他们俩才亲密了点。网上偷拍的那些也不完全是真实的，他想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网友却并不买账，连带着我们3个一起骂。这林忆念真是贱啊！人家小情侣2个异地恋，非要插一脚。这沈娇也不咋地，口口声声说2个人是朋友关系，实际做的事都越界了。明明是这男的最贱，脚踏2条船。等等，又有最新消息，大家快看热搜！只见热搜上愕然挂在一个标题：渣男贱女害死原配。帖子里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我要生产时，顾明远是怎么抛下我去给沈娇买药。同时，评论区有自称是我大学同学的说，人家林忆念在大学也是很有名气的好吗？专业第1名，怎么可能去给一个男人当小三？另一个说，就是啊，我们都知道他们俩能在一起是顾明远追的他，在大学里还挺惹人注目的。然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为我说话，沈娇的黑料却越来越多。沈跟顾分开，就是因为当时有人匿名愿意资助沈去留学，条件就是不再联系顾。他以为是哪个暗恋他的人呢，直接就走了。而且他在国外谈了好几个对象了，专门找富二代，得了不少好处。哈哈，我知道他，我们俩一个学校的。有一次他谈了2个，没想到被发现了，2个男的为了他都打起来了，闹得还挺大的。我回国一看，这人怎么还红了？沈娇彻底崩溃了。之前有顾明远给他撑腰，他在娱乐圈资源很好，也没人敢惹他。现在居然谁都来踩一脚蹭热度，他发了疯的给顾明远打电话，没人接。他也不敢去公司找顾明远，大门口到处都是记者。直到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，顾母，他一巴掌扇在沈娇脸上。当初给了你那么多钱，让你出国，没想到你现在回来还要祸害我儿子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把我们家害惨了？他爸爸本来身体就不好，这下直接昏迷住院了。公司也因为你受到了很多影响，你个害人精！沈娇冷笑，抬手还了顾母一巴掌。你不要以为我是林忆念，能够任你摆布。我沈娇走到今天，不靠任何人，哪怕我现在出了点失误，我也不是曾经那个我了。在顾母的尖叫中，顾明远冲了进来，而我早就在顾明远等电梯时飘到屋内。够了！顾明远红着眼睛看着面前的2个女人，你们还嫌现在不够乱吗？能不能别给我找事干了？顾母大声质问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是不是司机给你报位置了？顾明远怒道，我不来指不定现在会闹成什么样呢。当初你去我家找小念，我没阻止你，现在你又要来找娇娇。妈，你消停会行吗？说完便将流眼泪的顾母送出去，交给助理。娇娇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顾明远深情地说，我也不是故意不接电话的，实在是太忙了。公司现在让我焦头烂额，一直有人给我使绊子。沈娇皱了皱眉，感觉没这么简单。果然，顾明远又开口了，娇娇，你现在要不发个澄清，把所有的问题都揽在自己身上，等过段时间稳定了，我再帮你付出。这期间我每个月也给你钱。呵，顾明远，你一直不接电话，不回信息，现在一找我就为这事啊？沈娇冷笑，往日伪装的温柔神情早已不在。你以为澄清有什么用吗？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我以为你能有什么好方法，没想到是拉我出来顶锅。
顾明远瞪大眼睛，仿佛震惊于眼前的女人，怎么变化这么大？沈娇，这件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明摆着是有人故意要整我，这样才能损失最小化。顾明远怒道。最后沈娇说：行了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跟你装了。第一个视频是我让别人发的，我可以发声明说都是我的错，我知三当三，故意设计你们两个，前提是我要一些财产以及顾氏的股份。顾明远同意了，社会总是对男人宽容一些，特别是他这种身居高位的男人，只要沈娇愿意揽错，那么我这条人命的问题的最大责任就不在他身上了，无非是一些道德问题，但这是男人都会犯的错啊，只要他撑过去了，那什么都不是事。他一定要把推动这些的幕后之人找出来。沈娇编辑了一条文案，发给顾明远检查后，便将所有一切都承担了，然后他就被彻底封杀了，带着顾明远给的钱销声匿迹。顾明远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松了一口气。小念，你不会怪我的吧？最近太忙了，都来不及去看看你。没关系，等过几天我就去看你。听着他的话，我破口大骂，可惜他听不到。这时敲门声响起，进。顾明远高冷地说：顾总，市场部经理的声音在颤抖。宏伟集团刚刚通知我们终止所有合作。顾明远猛地站起来：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们说市场部经理犹豫了一下，说不想和道德有问题的人合作。顾明远感觉一阵眩晕，宏伟集团是他们最大的客户，占公司年收入的40%，失去这个客户意味着公司立刻陷入危机。他立刻给宏伟的王总打电话，但对方始终不接。最后他收到了王总的短信：顾总，我们公司注重企业形象，实在无法继续合作，抱歉。顾明远瘫坐在椅子上，感觉天旋地转。他知道不可能单单是王总说的这个原因，失去宏伟集团只是开始。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又有3家大客户终止了合作，公司的现金流立刻出现了问题。此时医院也传来消息，说顾父病情恶化，可能挺不住了，让顾明远去见最后一面。他开车直奔医院，一路上闯了3个红灯。他知道这可能就是最后一面了。推开病房的门，顾明远看到顾父躺在病床上，身上插满了管子。顾母坐在床边，握着他的手。爸！顾明远轻声喊道。父亲微微睁开眼。明远！就在这时，监护仪突然发出刺耳的警报声，医生和护士冲了进来，病人心跳骤停，准备抢救。他俩被推到一边，顾母一直哭哭啼啼：你爸病了，公司也出现问题了，那林家老2口就欺负我们，把孩子都抢回去了，还说要改姓林，我们顾家孙子怎么可能跟他们姓？顾明远皱着眉，点了点头说：妈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过几天我就把孩子接回来，他们休想抢走我跟小念的孩子。抢救持续了整整1个小时，最后医生摘下口罩，摇了摇头：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顾明远跪在父亲床前，握着父亲已经冰凉的手，泪水决堤。他强撑着处理完顾父的后事，将顾母送回家后，又去公司解决问题。隔了2天，管家发来消息说顾母疯了。顾明远又着急赶回家，发现顾母站在沙发上胡言乱语。妈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他崩溃了。顾母看了看他，又大声尖叫：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管家说自从去了一趟林家要孩子，回来没一会就疯了。顾明远闭上眼睛，
感觉心脏被狠狠揪住。他安抚好顾母，又请了几个护工搁家里照顾他，转头去了我家。路上，他接了一通电话，顾总，助理欲言又止。说罢，顾明远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，继续开着车。我听说助理犹豫了一下，是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一切。顾明远猛踩刹车，谁？具体不清楚，但是助理压低声音，我听说是林小姐的父亲。顾明远愣住了，我的父亲？恰好我爸妈都在家，林希望小朋友也在保姆怀抱里咿咿呀呀地玩着。爸，他下意识地喊出声，别叫我爸。我爸冷冷地说，你不配。顾明远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为什么？他喃喃自语，为什么？我爸冷笑一声，你还有脸问为什么？他大步走到顾明远面前，我女儿尸骨未寒，你就和别的女人勾搭在一起。我听见他的声音都在颤抖。顾明远低下头，不敢看我爸的眼睛。我爸怒吼，她怀孕的时候你在哪里？她难产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你在陪别的女人。顾明远感觉心脏被狠狠揪住，他想辩解，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。从前是我没本事，没有给小念一个富裕的生活，也没能给他足够的底气，所以他才会受了那么多委屈。自从他死后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没用，不仅拿不到女儿的骨灰，甚至连孙子都不能留在身边，更没有办法去报复你们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现在做到了。听着我爸的话，我泪流满面。这一路你该有多辛苦，我只想让你们好好的活着。我妈上前默默地搀扶着我爸，所以我决定让你也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我爸冷冷地说，你不是很在乎你的公司吗？那我就毁了它。顾明远猛地抬头，那些客户，那些供应商都是您。没错，我爸坦然承认，我能有今天，还得多亏了你们顾氏的帮助。现在沈娇和其他股东的股份都在我手上。顾明远闭上眼睛，爸，他哽咽着说，我知道错了，晚了，我的女儿已经回不来了。顾明远站在破旧的出租屋前，看着斑驳的墙壁和生锈的铁门，感觉一阵眩晕。1个月前，他还是人人羡慕的顾总，住着豪宅，开着豪车，而现在他只能带着精神失常的母亲搬进这个不到30平米的出租屋。明远，顾母拽着他的衣角，眼神涣散，我们回家吧。顾明远强忍着泪水，轻声说，妈，这就是我们的家了。顾母摇摇头，不，这不是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家很大，很漂亮。顾明远知道，母亲又陷入了回忆，她现在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差，已经分不清现实和过去了。妈，您先坐一会儿。顾明远把顾母扶到沙发上。明远，你爸呢？他怎么还不回来？顾母突然哭了起来。他不要我们了吗？顾明远赶紧抱住他。妈，别这样。顾母却用力推开他。你不是我儿子，我儿子很有钱，他不会让我住这种地方。他安抚好顾母后，打算出去找工作，没想到被之前的仇家逮着打了一顿，昏迷在那条小巷子里。慢慢的，我的身体飘远了，意识也慢慢模糊。我隐隐约约听到了还有人在说话。小念，他轻声说，爸来看你了。小念，他继续说，爸给你报仇了，你知道吗？换了个女生说，顾明远现在过得可惨了。他说，小念，爸爸妈妈好想你，还有小旺，他也很乖，从来不让我们操心，跟你小时候一样。终于什么都听不见了，意识消散。沈娇番外，沈娇在大学时遇到顾明远，就知道这是自己改变阶层的好机会。他通过顾明远的谈吐、见识以及校领导对他的态度等等，确定了顾明远的身份不一般。可他没想到，顾
顾明远居然没谈过恋爱，连怎么追女生都不会。于是他刻意制造了很多机会，两人也顺理成章地暧昧起来，谁都没戳破这层纸。有一天，辅导员喊他去办公室，告诉他有人愿意资助他去国外留学，但是不能跟顾明远在一起。他乐滋滋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室友，说不定是谁暗恋我呢，送我出国留学，这种好事都能发生在我身上。但他想到顾明远，还是有点舍不得放弃这么久以来创建的关系。室友安慰他，你先提升自己嘛，等你足够优秀了，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沈娇觉得很对，就选择了出国留学。她一向是个很善于利用感情的人，在国外她谈了几个男朋友，也顺利毕业。没想到回国后联系了一下顾明远，他又贴了上来，又送钱又送资源的。虽然结婚了，但也是可以利用的。沈娇特意打听了一下，发现顾明远的婚姻状态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。她突然心生一计，觉得可以借机炒作，造成双赢。至于顾明远的老婆，她没想过，这是他们俩的事。可是顾明远居然很在乎林忆念，这让他的炒作计划泡汤了。沈娇一直跟顾明远一样，以为林忆念生完孩子就跑了，故意不出现。可是他居然死了。震惊之余，沈娇觉得自己说不定也可以当这个顾太太，结果完脱了。在被网暴和顾明远冷暴力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找到他，说如果可以得到顾氏的股份，可以给他钱，并且送他平安出国，并且安顿好一切。沈娇说还得考虑考虑，没想到他竟看清了顾明远的嘴脸，画个大饼就想让他顶锅。最后他带着钱顺利出国，去了那人安排的地方，不久就染上了赌博，将所有的钱都输光了之后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最后也只能依附于当地的大佬，当一个小情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